各位观众朋友们好，我是短剧制片人 Maggie。3月第4周的中国热门短剧点评准时送达。这周的短剧市场相对平静，没有出现现象级爆款，整体质量也比较平稳。不过有2部短剧实在是踩中了我的雷区，在视频后半段的排雷短剧环节会详细吐槽，感兴趣的朋友们一定要看到最后哦。下面我们来点评一下3月第4周的榜单，就总体呢就是平平无奇，没有特别差的。我们只能说还可以的剧里面挑出一些算推荐的。第1部推荐的剧叫做《风起上海滩》，它是一个南屏战神民国的剧。我也没什么好说的，这个剧就还行吧。我看了一下子，我觉得在我这块算不上推荐列的，但是可以算到可看行列的。我最开始看到这个投流素材的时候呢，我对它的期待是几个帮派之间的斗争啊，或者是像狗哥那种小人物慢慢的去称霸上海滩的那种。结果后来看完以后发现他其实是就是男主爹大一级压死人，他去解决这些他与帮派之间的纠纷呢，是全靠他爹的那个武装力量，谁有枪谁是老大嘛。然后所有的对抗性呢都是来自于他的扮猪吃老虎，我觉得他是有一点浪费这个素材吧，也挺浪费这个制作的。反正就是属于还行跟推荐之间，因为这一期确实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制作还可以。我第2个推荐的作品叫做《请君入我怀》，这个东西还是有点意思的，它是一个古装的女频穿越剧。就等于说他是一个办公室的牛马，他是因为他做公关的，然后加班猝死了，然后就穿越进了古代。它不像是传统的剧一样，就2个女生穿到古代之后，我要去争皇帝的宠爱或者是宫斗之类的。他呢就是想躺平，所以他一开始跑到皇帝任命的这个所谓的夫君身边之后，当时夫君带了一个他的青梅竹马。按照原剧情发展的，肯定就是这女孩应该是跟他斗来斗去，但是他并没有，他一直在促成这2个人，搞得他的所谓的原配夫君就有点觉得很奇怪，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皇帝呢是何聪瑞演的，然后还有一些露腹肌的情节，就后面就比较俗套，跟何聪瑞演的这个皇帝有一些情感的戏，它里边有很多的喜剧的元素，我觉得整体看起来还是比较有趣的。我给他的评价呢也是可看吧，它比较好玩一点。这个剧它就是神神经经的，挺颠的那种感觉，颠的挺有意思的，没有什么特别让人难受的地方，但是也没有什么让我觉得特别值得我去推荐的点，挺轻松好玩的一个剧。对，补充一点，这也是听花岛的一部剧。我下一部推荐的叫做《重回1963，从深山打猎开始》，这也是一部男频剧，它是逆袭重生。我推荐的点是因为呢，这部剧比较有趣，算推荐和有趣中间吧，因为它穿越到60年代，这个非常少见，我们正常会穿越到80年代，80初，然后它这回是穿到60年代。它的音乐很不错，很舒服。这个制作公司叫做郑州乘风破浪，这个制作公司它以南屏、亲情和农村为主。这个你还有什么补充的吗？这部剧看上去挺舒服的，就和之前那个家里家外给我的感觉有点相似，但它制作没有家里家外那么有氛围，那么精良。但整体还行。那下一部我推荐的剧也是本周的一个新上榜的剧，也是一个男频。我发现这周我推荐的好多都是男频剧，叫做《被开除这件小事儿》。它是一个现代都市职场男频逆袭剧。它的设定呢，你只要被开除，你就会得到钱，然后呢，他就千方百计的想被开除。他第1次被开除之后，他拿到钱，好开心。然后他就入职了一个女老板的公司，他就千方百计的怼老板呀，搞砸他们的大客户啦，一定想让这个老板把他开除。结果次次都弄巧成拙，比如说他这个把老板的这个合同撕了，老板刚想把他开除，结果发现这个合同呢签订的这个对方公司是个皮包公司，结果为公司就是挽回了1000万的损失，他就没被开除，这特别搞笑。
我觉得这个还挺好玩的，可以当就是不动脑子那种剧来看一看。这个设定和那个《西红柿首富》其实是有点像的。西红柿首富是继承1万家产，这个是开系统嘛，那个是让他花钱，这个是被开除嘛，我感觉都是异曲同工，变种。反正就是一个强设定，这种在短剧中其实也挺常见，就看你怎么设定嘛。因为后面还有一个我推荐的剧，也是一个强设定。好，那我这个没有什么补充的了。下一部好推荐还是一部男频啊，它是逆袭系统，住进阿姨家后我觉醒了，时间暂停。我觉得这是个非常完整的一部短剧，因为我全都看完了，贼搞笑。它的设定呢是这个人是重生了，他拥有了时间暂停的功能，就是这个系统给他的一个时间暂停的功能。但是呢，这个功能的实现需要做好事儿，如果你做了一件好事儿之后呢，它暂停的时间就可以增长。它其实融合了非常多男性喜欢的点，通过做好事这个设定融合很多东西。首先第一个元素是帮派元素，因为我觉得男生会比较喜欢帮派。男主是一个校园大学生，跟着他的小弟呢其实都是他的同学，然后他是帮派的一个变种嘛。然后他第一个做好事就是跑到这个地下赌场，揭露地下赌场的一个什么骗局，还要涉及到一些打架黑帮的东西。但是他切入的点呢，是从做好事儿，然后要挖到一些这种坏人的一些信息的这个角度。然后还有一个在黑帮里面有一个，其实那个人应该是日本人，是个日本女孩，被这个黑帮给困住了，就可能是有把柄嘛，就不让她跑。然后他最后就拯救了这个女孩，让这个女孩回去了。他就有一种拯救被困妇女的这么还是异国女性的这么一个英雄主义的元素。他在剧中一直强调我们是合法的生意人，所以他们做的事儿都是去做好事儿，去帮助就找到坏人的线索，然后给警察提供线索，是从这个角度的。但他们所有的坏人最后是丢给警察去处理的，就警察最后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我觉得这些全部都是为了过审，而且融的也比较巧妙，所以我觉得这整部剧看起来还是不错的。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看啊？这难得的是一部短剧里边它不是法外狂徒了。我一直觉得短剧世界里边它是没有法律的，没有道德，没有法律，你知道吗？什么警察呀，什么法院啊，什么公检法全都没有，相当于这个男主的所有的行为相当于坏事好做呗。对，也很爽。我觉得男性看起来也很爽，就又有自己追求的女生，这个他爸爸最后也认可他，又有一个天天想着他是不是要倒贴他的一个阿姨，还有拯救了一个日本的女孩子，就是特别爽，还把那个黑帮全干翻了。我下一部觉得还行，或者到推荐中间的是被全家读心，我人设不保。这个就是有点轻喜剧。我来讲我觉得有趣儿的剧。第一部剧叫《露水情缘恩泽店》，这个呢就是咱们之前看的《蛇缘》的男频版，说是悬疑，但是因为在短剧中悬疑这个种类不是卖的特别好，它其实悬疑的钩子完全是一个软色情的东西。就是他一开始会设定，就是有一些女的去求子到这个寺院里去求子之后呢，会有和尚就被抬出来，就会让人浮想联翩，觉得他们到底是怎么了。我们主角这个小和尚就一直不让进去，直到这个小和尚长大了之后，这小和尚就非要进这个大殿里面讲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然后下一部我觉得有趣的剧叫做《我的儿子是龙王》，这部剧本周新上榜的男频战神逆袭的这部剧，小男孩演的还可以，还挺可爱的，属于战神融合了萌宝的这么一个题材，就比较有趣，其他没啥。下一部我觉得有趣的剧叫做《你是人贩子，但我是螳螂精》。这个剧我的同事还觉得牙这个名字是怎么过审的，就可能我们现在这种名字都过审不了，但是它就是过审了，它就叫这个名字。它其实是一个人贩子题材，上几周我们聊过，就是人贩的题材，比如说大学生被抓到村里面，他自己祖籍可能在这个村子里面，结果发现其实村子里都是人贩子，把女人软禁起来，各种殴打女人情节，你觉得特别恶心的这种。那么这一部剧呢，它是一个反人贩子题材，是抓人贩子的。这个人是螳螂里面很巧妙的融进了一些软色情的元素，就会故意的去引诱她假装谈的男朋友的爸爸，然后就会有一些这个老头去幻想的情节啊，比如说抱这个女的腿呀、这个脚啊，就这种幻想情节。但是呢，这就是完全符合剧情的，所以我觉得是一个挺有趣的点，而且这个故事的角度是一个抓人贩子的角度，
我觉得相对而言比那些不停的去反映人贩子怎么去虐待殴打女学生啊这种可能还好一点，所以我觉得还是挺有趣的啊。就设定的这个女主是个螳螂，你在自然界就是有一个传说，母螳螂怀孕以后就会把公螳螂吃掉嘛。啊，对。所以我觉得它是有这个隐喻在，就是在名字里边就暗示说我会把你们给这些男的这些人贩子给吃掉。哦，原来是这样子啊，我倒没想到。我的理解啊，我的理解而已。下一个我觉得有趣的剧叫做《少年张北传》，这个也是男频，它是一个算萌宝题材，小男孩的一个扮猪吃老虎，然后它融入一些古玩鉴宝的元素。我就说了，古玩鉴宝其实在短剧包括在抖音里就是一个挺热门的元素。然后呢，提醒海外的点是在于呢，中间它的剧情中间又涉及到樱花国了。当然就是两个国家之间鉴宝，然后来斗来斗去骂来骂去这些东西，总体就是这么一个故事。这个的话我觉得他拍的比较好的一个就是他鉴宝的时候就是有很多动作和特效加进去，会让你看起来很炫啊，视觉感官很好。那肯定的呀，其实稍微带一点就是武术的元素，它得有一个巨大的动作嘛，不然它如果拿放大镜是很难看的。就这个一定是要在视觉上做一种夸张的这种奇观。我觉得有趣的第6部剧是已经排到第71名了，叫做丁二狗的逆袭人生，它是网易这个平台出品的。它这部剧我想提的点是因为它不像个短剧，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感觉啊？因为我看到第3集的时候，好像一开始这个男的说我以后再也不要这么活了，然后我看到第3集我在想这人到底要干嘛，我都没看懂。很多新手编剧或者不是写短剧的，从传统行业转过来的编剧写的剧本都有这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你主角是谁在第1集就要交代清楚，主角是谁，他的目的是什么，就他的任务是什么，你在第1集就要交代清楚。但是这个丁二狗的逆袭人生我看了半天我都不知道他想要做什么，所以我觉得这个剧很奇怪，它不像是个短剧。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我看了一下这个剧嘛，然后找的时候发现它其实是有原著在的，它那应该是个很长很长很长的网文。然后我看了它这个剧以后呢，我发现它其实是用长剧的方式，就完完全全长剧的方式在讲这个故事。他想要从男主成长，就是最开始一无是处，什么也没有，唯唯诺诺的，没有本领，没有人脉，没有金钱，然后逐渐的讲他成为什么黑帮啊，或者是成为一方的大佬的这种，他想要用这样的方式来讲故事。但是这个丁二狗这个原著呢非常的长，我是看到30几集吧，然后大家伙才发现他其实是有一点腹黑，有一点聪明，有一点不好惹，但是他也说像往短剧里边那种男主那样逗你啊，碾压你啊，或者是从什么地方比你强啊，这个其实是在短剧里边非常忌讳的一点。我可以允许你成长，但是你成长的过于缓慢了。这几个主角的表演它是不够长剧的那种代入感，然后短剧的这种爽感与情绪呢也没有给观众带起来，所以它就是两边都不靠，就会很别扭这个剧。狗哥那个也是一个所谓小人物慢慢成长的这么一个短剧，那你觉得这两个剧有什么区别呢？狗哥成长的不慢，而且他最开始出来的时候就是一个特别就已经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人了，他只不过是没有大张旗鼓的站在所有人的面前，当他想要站在所有人面前的时候，他立马就站在了所有人的面前。他大概是3集还是4集嘛，就拿下了上海滩那个很大的一个帮派的那个师爷的位置，后面就开始去结交了另外一个帮派10大高手之一的那个赌徒，成为3大亨，就成长的一点都不慢，他非常的快。所以这样对比下来，如果丁二狗的这部剧要重新改写的话，它就是要成长的快，对吧？它就一定要快进。对，非常非常非常的快。对，剧情的推进要快，然后人物成长要快，然后打脸也要快，就不能是我女朋友被怎么着了，我要过3、4集、7、8集，人都快忘光了，你才打脸，不行，下一集就得打脸，或者再下一集，起码就很快，你就得有一个回应。
这爽感就是这么来的。所以下面开始是我觉得要避雷和吐槽的剧。我第一部叫做《18年后的真相》，这个是排名第7的一部剧，也是本周的一个新上榜的剧。这个剧讲的是什么呢？它讲的是农村的一个妇女跟一个农村的男的结婚了，然后呢，这个男的应该是到城里去打工了，还带了一个所谓就是情妇吧。然后呢，这个女的就是生了一个男孩，她的老公呢又生了一个女孩。然后呢，这个老公呢又谎称在外边捡到了一个男孩，就做他们的干儿子，就是这样去养。然后这农村妇女呢一直养着这个男孩，对这个她跟她老公所谓的生的女孩就是有点不管不顾，这种感觉有点重男轻女。然后呢，18年后呢，这个男孩长大成人了，也考上了名校嘛，村里人都开始祝贺他，恭喜啊，你的这个儿子虽然不是亲生的，是捡来的，但是呢考上了名校，大家都来祝贺他。那在此时呢，她的老公就要宣布一个大消息，就是这个儿子他的生母找到了啊，原来就是跟他一起去城里打工的这个情妇。然后这个女的就说，哈哈，你以为我不知道吗？我有一个大礼物要给到你们。那结果就是揭示的，生小孩的时候把她的小孩跟这个老公跟情妇的小孩对调了。她老公跟情妇生的小孩呢是这个女孩，是她不管不顾的那个女孩，她自己亲生的其实是男孩，是这么一个故事。她就是要到18年后去说出来。我想吐槽的点是什么？这个农村妇女吧，她就是非要吃屎，她就吃了18年的屎，然后她要憋一泡大的，就是这种感觉。就是你在农村带了18年的小孩，对吧？男孩女孩都带，你就非要在农村带小孩，你就不能出来打工吗？你还得养你老公跟情妇的小孩，对不对？你不能自己把你小孩带出去养吗？他不行，他非要在那儿农村里带这些小孩，非要憋泡大的。我觉得你如果报复老公可以，谁干的坏事儿你对他就行，你对你老公可以报复，他们的小孩他有什么错呢？这个小孩不也是你一把屎吧？你要带大的吗？你为什么要这么去这个你恨的这个老公的小孩？我就是不能理解，这是什么变态的心理，脑子有问题的一个心态。我也很想吐槽这部剧，这部剧简直太颠了，他颠的都不好笑，他颠的实在是无耻。这个男的和这个女的设定上面是包办婚姻，但这个男的不喜欢，女的也不喜欢。这个男的小三儿怀孕了，这个女的也怀孕了，到最后结局揭秘的时候，小三儿误以为的那个孩子不是男主的孩子，是另外一个男人的孩子。最后结局的时候，这个女主和另外一个男的是领证结婚的，这个女的是出轨的，就是两段已经去跟别人离婚的人在一起，以夫妻的名义面对全村人，我的个妈呀！然后这个女孩嘛，最后揭秘的时候，这个女主呢又在那边说啊，我从小对你们都是一样的，是你自己不争气怎么样，这个东西随根儿上，这个有其母必有其女。天呐，我就想说，这个女孩能够教成这个样子，你自己用了多少心，怎么教的，你自己其实心里有数的，不至于为了那个所谓的叫什么完美受害人还是怎么着的，你就硬在那块洗好吗？我觉得整个都没法洗，这个人就是心理变态。像你说的，这个女的的性质配得上她的苦难，简直太配了。我也觉得，她自己活该是自找的，你完全你对这个女主就同情不起来。下一部想吐槽的一部剧叫做《蛇君老公甜又丑》。哎，这个剧呢是什么呢？以我这边的这个形容词就叫行走的子宫之蛇。我的形容是各种画的丑了吧唧的女的争着抢着要给画的丑了吧唧的公蛇生金蛋。我就觉得这个设定太颠了，我不能理解这个剧到底在拍什么东西，就是争着给人生孩子，还生一个金的孩子，这什么破玩意儿？看这剧这确实跟看动物世界没什么区别。你们可以海外的受众可以当人类版的动物世界看。对，真的是人类版的动物世界。对，中国解放的时候没有通知这个剧组。也有可能。
然后我们下面来讲第4部，我觉得要避雷和吐槽的剧，叫做《重生之我才是乖乖小公主》。前几周一直在吐槽什么男频的虐心剧和女频的虐心剧，这部剧的变态的点在于，这个重生呢是一个小孩子，他的主角是个小孩，然后所有的虐的点全部虐在这个小孩身上。我觉得这部剧整体从创作思路来说，这些人有毛病，心里有病。你虐舔狗、女舔狗啊？太赞同了，我跟你说，你去虐男舔狗，你去虐女舔狗都可以，成年人 OK， 你去虐，反正他们是成年人。但你去虐一个小孩，让这个小孩去爸爸怎么样，爸爸不相信我，就觉得就很变态。这种虐心剧你放在男频女频上，我顶多说你是没罪找罪受，但是你放到小孩子身上，你这简直就是对小孩子充满了恶意，你知道吗？他其实带入的点还是带给成年的女性看的。你把这种妹妹去抢着小孩功劳，又去争这个父亲宠爱，我觉得就是你小孩子之间去争宠，你可以说这个人是个天生的坏种，但是他在那个年纪，他应该有他的那种坏，他不是成年人的那种坏。我去抢了你救父亲的这个功劳，这是属于一个成年人的坏，这种坏你放到小孩子身上，就是对另外一个小孩子充满了恶意，真的。因为他其实纯粹的就是一个成年人的视角，他只是把这个角色放在了小孩身上。对，我知道，但是你不能这么做。你一个剧组，你一个创作者，你这么做的话，你就是为了流量，你臭不要脸。对，所以我说我要吐槽他嘛，就是你虐心剧，为了博眼球，你就把这个虐人的点放在小孩身上，我觉得这是特别讨厌的。真的就是太臭不要脸了，他人的底线你都没有，我真的觉得他不配做这个行业。还有一个要吐槽的是那个《爱里的谎言：仇恨的真相》第18名。啊，没有啊，我这边写的是避雷，这是你要吐槽的。对啊，我要吐槽的呀。这个故事讲的是那个女主她妈被她的闺蜜给撞死了，然后这个女主去她闺蜜的婚礼上去找她闺蜜，被她的老公给拦下来了，当场向她求婚，她就接受了她老公的求婚。但她老公为什么跟她求婚呢？就是要以她的家属的名义给她那个闺蜜写一个谅解书，然后她闺蜜呢就免了坐牢，她老公呢就骗她说她闺蜜在坐牢，坐了3年的牢。结果她闺蜜是出国玩去，玩得开心，吃好喝好，可潇洒了。这个男的还把那个自己公司的什么股权呀、酒店呀、乱七八糟的都给那个女主的闺蜜。然后女主呢就在3年以后呢，突然之间发现了这件事情。发现这件事情，这个女主是做什么呢？把自己的身份证注销了，然后跑到国外去，自己跑了，你知道吗？然后跑了以后，她丈夫呢突然之间发现，哇塞，原来我这么爱女主，这么好啊，我后悔的不要的。然后自己最后跟那个警察局去自首说啊，那个东西是我伪造的，他是故意杀人的，怎么样？女主啥事儿没干。对于自己的母亲的死，他只有嘴上说啊，你这个坏人。最后能够把这个女配绳之以法，还是靠男人的爱。这个女主出国了以后，又认识了另外一个男的，又谈了个恋爱，最后又和那个男的结婚了。这个女配说了一句话，真的我觉得太对了，这个女主你就是离不开男人。这句话用在这个女主身上简直不要太到位。这应该是第一篇小说改的，我应该出过这个短篇小说。这个编剧在拿到这个本子以后，按照投资方的要求让他去改这个本子，去写这个本子的时候，他是不是也觉得这个女主实在是太垃圾了，然后最后借着女配的嘴说出来了这么一句话。我都怀疑这句话是编剧夹带私货，暗戳戳的吐槽你就是离不开男人，啥也不是。你看看还有啥要锦绣凤鸣，我都忘了没仔细看。这个女的前一世被另外一个女的算计，被狸猫换太子了嘛，男主就是皇帝嘛，皇帝就把他打入冷宫了，然后他就死了嘛。重生回来10年，他不想着我怎么去换一个男人，换一个君主来扶持那么多的皇子，他不知道去换，用10年的时间来学一大堆讨好男人的技能，讨好这个男人，把这个女配给干下去，获得这个男人的心，然后当皇后。脑回路清奇。咱就说有没有一种可能，这个男人
他对你不喜欢，他对你的不重视，他对你的不了解，他不爱你，才是你死亡的最直接的因素啊。也有可能是他蠢，他蠢，他才能选择在重生之后又开始学这么一大堆东西，对吧？学习舞蹈、媚术、经营酒楼。我下面要暂时提一下，有一个其实也算落掉了一个有趣的，就是第22名叫做《归来萌仔是求神》，这个就是之前的小小球童的性转版，就是直接把男孩换成了女孩。基本上故事都没怎么变，重新拍了一套，然后又上榜了第22名。所以有些编剧说我要多创新，请你先别创新，你先把套路给搞明白行不行？现在很多短剧都是性转版，哥哥改妹妹，妹妹改爸爸，这一改，结果人家还是能上榜。包括我最近看海外的，今天也在微信上跟你说，我看海外的这个上榜剧，就是这种所谓的本土剧、海外剧。它扒开来底层的很多剧本都是中国的剧本，就是中国的爆款剧本，包括这一部这个求神的剧本直接翻成了这个用外国人去拍，还是上榜了。你想这种逻辑在海外都是通吃，甚至就是说在全球都是通吃的，所以就是不要去担心套路这一块，套路还是比较重要的。那个叫什么？自古深情留不住，唯有套路得人心。本期的短剧盘点就到这里啦。4月第1周的热门短剧点评正在紧锣密鼓的制作中，这次一定不会让大家久等。如果想第一时间看到最新内容，别忘了点个关注哦。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会持续带来最专业、最有趣的中国短剧点评。我们下期见，记得点赞关注哦。